明明出身南方弄堂，卻能在4萬家蜜雪的圍堵下制霸北方，滬上阿姨到底是怎麼做到的？這個被北方人親切稱為滬姨的滬上阿姨，在上海你幾乎很難見到。從25平米的小店到港股上市，她只用了13年，最高市值突破200億港元，門店也超出9000多家，其中北方市场的占比就超過了52%。但是前幾年滬上阿姨的日子也不好過，本就靠着雪糯米奶茶走紅，結果被後來的年輕人吐槽小料太多太膩，喝奶茶就像喝八寶粥。於是創始人撂下狠話，自救轉型，一系列的操作也難得讓滬上阿姨回了波血。可讓人好奇的是，滬上阿姨作為上海土生土長的茶飲品牌，目前在上海只有104家，反而在山東就開出了1000多家。可相比誕生於浙江台州的古茗，在當地大本營開店2000多家，蜜雪冰城在河南老家也開出了3000多家。滬上阿姨為啥就不發展上海品牌，總要往北方市場跑呢？1992年，当時的奶茶還都是用速溶粉冲泡，一位卞阿姨就另闢蹊徑，推着小車在上海灘賣着血糯米奶茶，結果卻吸引了一大批人心甘情願來排隊。單衛軍、周蓉蓉夫婦一眼就看中了商機，於是決定雙方合作，成立了阿姨奶茶旗艦店，並將卞阿姨的頭像當做奶茶店的 logo。開業首月，店裡的流水就走30萬。嗅到奶茶暴利後的單衛軍決定開啟連鎖加盟，但因為卞阿姨只想做小生意，於是雙方就分道揚鑣了。2013年，單衛軍拿着自己改版過的血糯米奶茶，在上海人民廣場開啟了第一家只有25平米的滬上阿姨，結果開業當天賣出了1000多杯，當月就創下了40萬的營業額。火了之後，夫妻倆就想搞擴張，但很快發現上海這地方太卷了，房租貴得離譜，競爭對手又多如牛毛，再加上人工成本蹭蹭漲，賺點錢全給房東打工了。直到在一次北方出差，他們發現北方人冬天就愛喝點熱乎的五穀茶，這種又暖又管飽的飲品在北方簡直是天選之子。於是滬上阿姨果斷調整策略，一路向北衝，專挑3、4線城市發力。這波操作也直接讓滬上阿姨在北方殺瘋了。截至到2023年底，全國7297家店就有3752家是開在北方，妥妥的穩坐了北方中價茶飲的頭把交椅。光山東就有1105家店，青島、濟南、潍坊這幾個城市隨便逛街也能撞見好幾家，京津冀加起來1000多家，東北3省也有800多家。說是北方奶茶半壁江山也一點不誇張，更絕的是他們的開店套路，在天津居然搞飽和攻擊，開出300多家門店。單衛軍說就是要讓消費者出門15分鐘內必能喝到滬上阿姨。這波操作雖然看着像自家人摆自家人，實際上把品牌曝光拉滿，硬生生在北方市场站穩了腳跟。就好比星巴克和瑞幸為什麼火，就是因為瘋狂開店，只有這樣消費者才能記得住這個品牌。滬上阿姨也是如此。2016年喜茶帶火了新茶飲，2018年蜜雪冰城開始在下沉市场橫掃千軍，茶飲圈的風向變得比翻書還快。滬上阿姨突然變拉垮了，收入、利潤、同店銷售額全在跌，網上罵聲一片，差點被消費者集體打入冷宮。最被吐槽的就是性價比，不少人說以前10塊錢喝到撐，現在15塊還沒嘗出味兒。尤其是招牌的五穀奶茶，價格漲了不少，裡面的料卻肉眼可見的少了，口味也是一言难尽。有網友吐槽，同一款水果茶，這家甜的齁死人，那家淡的像白開水。為了自救，滬上阿姨開啟了一系列的轉型。2019年調轉船頭做水果茶，但當時茶百道、古茗都已經成了這條賽道的狠角色，滬上阿姨只能走低價，你賣25，我就敢賣15。於是，在芝士葡萄、杨枝甘露一出场，就直接拿下消費者。就連單衛軍自己都說，轉做水果茶後，客單價和單店業績都漲了30%。2013年到2020年，7年才開了2000多家店，結果2020年到2023年，3年就幹到了7000多家。他們家出爆款的速度也快得驚人。2022年青提系列直接賣爆900萬杯，之後又整出杨梅新品等网紅款，每出一款都能讓年輕人在朋友圈瘋狂打卡。品牌形象也玩起了變身，早期的 logo 是捲着頭髮的阿婆，雖然親切，但看起來很土。於是滬上阿姨就換成了戴着中型帽的摩登女郎，一下子年輕了幾十歲。口號也從先前的五穀茶飲升級成了摩登東方茶，把獨立女性的人設立得穩穩的。门店裝修和包裝也全面升級，拍照发圈更有格調了。对于一家連鎖門店來說，加盟商賺錢才能決定門店是否擴張。如果門店營業不佳，接連倒閉，誰還敢加盟？2024年滬上阿姨的月營收平均12萬，扣除一系列成本後幾乎所剩無幾，賺不賺錢也只有加盟商自己知道。2022年滬上阿姨全年營收21.99億元，淨利潤只有1.49億。2023年前3季度營收25.35億元，淨利潤也只有3.24億元。可見滬上阿姨這段時間的門店擴張再快，但盈利能力弱的致命弱點還是沒能徹底拯救。而限制茶飲銷量的，要麼就是平價茶飲還好喝，要麼就是靠包裝出圈。這兩種方式滬上阿姨都出了差錯。像走平價果茶，在這條賽道已經有古茗穩坐頭把交椅，但好在古茗深耕南方，而滬上阿姨深耕北方。而想靠包裝出圈的滬上阿姨，還因為包裝引發過一波爭議。
當時推出的一款限定包裝上印着穿着旗袍的女性形象，本想突出上海的地域特色，走一波情懷路線，結果被網友吐槽穿着旗袍掀開再坐下的姿勢不雅，有物化女性的嫌疑。沪上阿姨旗袍包装引争議的话題还衝上了热搜，不少人表示因為這個包裝會抵制購買，這無疑讓本就有些低迷的品牌形象雪上加霜。2022年，沪上阿姨與遊戲《光與夜之戀》聯名合作，然而在官宣當天，顧客向員工詢問產品，卻被對方直接侮辱遊戲男主和玩家，導致項目剛上線就被叫停。在黑貓投訴平台上，沪上阿姨的投訴超過4200條，大部分都是門店員工服務態度差、破除義務等等。說到底啊，沪上阿姨能從上海小店变成北方市场的扛把子，靠的就是理解用戶心理。現在的市場環境变得比翻书还快，不管啥品牌，要是跟不上節奏，讓加盟商賺不到錢，分分鐘就被市場拋棄了。沪上阿姨這波操作，算是給所有品牌上了一課，要麼與時俱進，讓大家都有錢賺，要麼徹底涼涼。